要么说，这礼贤下士有些时候啊，也只是表面功夫。您呀，永远不会给女人下跪吧？没错，朕是永远都不会给女人下跪的。但是，朕可以给你跪。不要不要，奴婢又不是这个意思。说了半天，你不就是想让朕给你跪一次吗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了表彰你怀孕有功，朕今天一定给你跪一次。哎，皇上一定要跪也行，那不能说是给奴婢下跪，就算是拜倒在这个石榴裙下吧。这个主意好，今天朕就拜倒在石榴裙下。虽然后人没有考证，但有一点是事实：拜倒在石榴裙下，从那天起便流传于园中宫外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拜倒在石榴裙下，成为颂扬每个女人的专用名词。无数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由此风行神州大地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退朝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。顺亲王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微臣给皇上道大喜了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喜从何来啊？皇上，兰姑娘回园，并已怀有子嗣一事，太傅爷已经知晓，并命微臣今天早朝带她给皇上道喜。太傅爷让微臣转告皇上，一定要照顾好兰姑娘。她怀的可是大清国的龙种凤胎，如果有闪失，可对不起列祖列宗。看来，皇娘对朕还真是关心呢。你回去，替我谢谢皇额娘。微臣遵旨。为保兰姑娘母子平安，太傅爷让微臣特意转告皇上，他已把他身边的贴身宫女玉儿派到兰姑娘身边伺候。不用不用，九州清晏的宫女有的是，已经足够了。朕怎么敢劳烦皇额娘将她身边贴身的丫鬟弄到园子里？朕不能接受。皇上，这个玉儿可不是普通的宫女。听太傅爷说，她学得一手上好的足道按摩，如今手法更加娴熟，几乎每天都替太傅爷按摩理疗。这不仅可以舒筋活血，而且可以打通经脉，对怀有子嗣的女人就更加有好处。所以，太傅爷才命微臣禀报皇上，此举实乃是太傅爷对皇上和怀有子嗣的兰姑娘的一片苦心啊。如果皇上不接受的话，恐怕太傅爷不会高兴。以微臣之见，皇上还是接受吧。此事日后再议。回皇上话，今天早朝叫起的时候，太傅爷已命微臣将玉儿带进了园子，是留下还是退回太傅爷身边，请皇上定夺。启禀皇上，以微臣之见，皇上还是接受太傅爷的好意为妙。朝廷上下有个别人盛传皇上和太傅爷不和，而如今由于兰姑娘怀有皇上的子嗣，而太傅爷又赐宫女服侍兰姑娘，这正是皇上和太傅爷改善关系的良好开端。皇上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，接受玉儿？那样的话，微臣也好回去向太傅爷复命。好吧，那就把她留下吧。你回宫的时候，替我向皇额娘当面谢过就是。微臣遵命。这太傅爷那儿这么快就知道了。这宫里宫外看起来平静，其实真是处处险象环生啊！启禀万岁爷，奴才在宫里当差也有几十年了，这顺王爷一向是笑里藏刀，为人奸诈。这次他跟万岁爷您说这话，肯定是不安好心。奴才以为这九州清晏一定要多加提防。
您看是不是从外柴房多调几个大力太太来看宫护院，以确保兰姑娘他们母子平安？对，就应该这么做。这，启禀万岁爷，这个小玉人已经留下了。不留下他吧，好像不给太傅爷面子，不领他的一片好心；留下他吧，朕的眼睛好像落进了一粒沙子，特别的难受。安德信，奴才在。你吩咐下房的丫鬟和太监，好好的看住玉儿。如果他往外跑，或者去刘福那儿，一经发现，马上报朕，找个机会把他退回宫中，免得碍眼。这，听说这个玉儿足道技巧娴熟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朕看，不妨让他给兰儿做一次足道按摩，看看是不是像顺亲王说的那么神奇啊。奴才遵旨。奴婢玉儿给兰姑娘请安。小玉儿，我听万岁爷说，你的足道手艺非常高，我以前没有试过，今天让你费心啦。谢谢兰姑娘夸奖。真舒服啊。兰姑娘啊，泡完脚之后啊，奴婢就要给你做足道了。您是喜欢手劲轻一点的，还是手劲大一点的？这个我不懂，可能要试试才知道吧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在做足道之前呀，首先要闻闻香袋的。这样啊，才能全身通泰，血脉流动。真香。不过怎么有股中药的味道啊？香袋呀，就是用香草跟中药做的。哎呀，快把我捡起来！给我，还有一块。你去找安公公，说找他有事儿。在。快回来！兰姑娘有何吩咐？禀报皇上，说兰儿求见。在。奴婢兰儿给皇上请安。免礼免礼。兰儿，以后不当着外人的面，就不必给朕请安了。你还怀着朕的孩子呢，你要小心呐。朕安排你住在九州清苑，就是要保住你母子平安。朕这儿还在下册子呢，明天就送到宗人府，正式册封你为兰贵人。奴婢谢皇上恩典，奴婢不懂什么册不册封，奴婢是皇上的人了。只要待在皇上身边，奴婢就心满意足了。要封，当然要封。兰儿，你怀了朕的子嗣，是一定要封的。朕不但要封你，等你生了，朕还要加封你为兰贵妃呢。还有，上次瑞英在宜妃宫碰见了你，并能及时传信回园子，让安德欣把你顺利地救出宜妃宫，带到朕的身边，大功一件。朕要赏他，明天就赏。启禀皇上，奴婢以为最好是不赏。还有，
最好不要向外人提起瑞英姑姑传信儿救我回园子的事儿。为什么呀？瑞英救你有功，理应行赏啊，这有何不妥呀？皇上，你想想，他们以太佛爷口谕为由调奴婢出园，并且放在了连花名册都没有的宜妃宫当差，就是希望皇上一辈子都不要找到奴婢。托祖宗洪福，奴婢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园子里，而且怀上了皇上的子嗣。虽然奴婢现在成为了那些心怀不轨人的眼中钉肉中刺，但是只要奴婢在皇上身边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。瑞英姑姑则不同，如果皇上现在行赏，就等于说明了一切。瑞英姑姑很快会成为那些人的泄愤目标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那奴婢就太对不起瑞英姑姑的救命之恩了。所以，奴婢想行赏之事，不如留到日后再说。奴婢恳请皇上记在心里，奴婢更会记在心里，待到日后报答。兰儿，朕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呢。宫中嫔妃上千，能够像你这样思路清晰、遇事沉着、思辨严谨的姑娘，朕还是头一次见到。多谢皇上夸奖，不过奴婢真是有件事儿，想求皇上能够恩准。别说一件，就是10件，朕也依你。那奴婢先谢过皇上了。奴婢进宫2个月，又有孕在身，很想跟家人见上一面，不知皇上可否恩准呢？准奏。朕马上让安德新与净室房的人与你家人联络，马上安排会见。多谢皇上。平身。那奴婢就告退了。兰儿，今天晚上你要与朕伴寝同眠。启禀皇上，安德新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给皇上请安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太佛爷身边的宫女小玉找奴才请假，说是明天要回宫取什么狱卒的草药。奴才也不知道他们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小玉这丫头行为诡秘，眼神飘忽不定，定不是什么善良之辈，因此奴才特来向皇上禀报，是否准许她回宫。兰儿，你的意思呢？回禀皇上，玉儿提出回宫拿草药，理由正当，恐怕安公公也只能批准。不过借这个机会，我想皇上倒是可以下一个口谕，就说谢谢太佛爷送玉儿进园子伺候奴婢。奴婢已经试过玉儿的足道按摩了，手法上佳，但其奥妙无法领略，且其手劲儿太大，痛楚难忍。他的好意心领了，但玉儿就退回了。皇上认为，朕明白你的意思。安德新，奴才在。你就按刚才兰姑娘说的去做吧。明天一早，陪着玉儿回宫，当面向太佛爷言明此意，就说来人退回了，让他好好的伺候太佛爷。奴才遵旨。此时的兰儿心里清楚，她只有将柳志同从心里永远的忘却。命运的安排也好，上天的恶作剧也好，无论怎样，她现在已是皇上的人，并怀了他的孩子。皇上怎么回事啊？
事，没事。瑞英姑姑对她说过的话依然在耳边回响。柳志同被绑票赎人之事，自从进了园子，消息也就断了。此时的兰儿不知道柳志同在他进宫的第2天，已经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里。你必须保证一条，这不是哪个男人送你的定情之物。如果是，你千万别戴在手上。等哪天你跟家人见面的时候，把这个东西让家人带回去，还给男方。我怕这东西啊，日后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。志同，人死了，若真能脱生的话，来世再做夫妻吧。你姐姐喜欢吃的泡菜。哟，还拿什么泡菜呀？人家都说了，宫里园子里呀，鸡鸭鱼肉、山珍海味的什么都有。这姐姐进园子都2个多月了，还能羡咱们家的泡菜？哼，傻孩子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老话说，人都念旧，你姐姐呀就爱吃这口。就知道姐姐好吃什么，怎么不说我爱吃什么？你说你这孩子，跟你姐争嘴，真是。我争，我从来就不争。什么事儿不是姐姐拔尖儿，我总是受欺负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是老庙的旗杆独一根，额娘再想向着姐也没用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没点正经。哎，公子，梅儿，干娘，哎，马车在外面已经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哎，你今儿穿的也挺漂亮的嘛，怎么着？想跟我们一起进园子看姐姐？瞎说！园子里哪让男人进呢？你没听见公公说过？听额娘说了吧，你是进不去园子，瞧不见姐姐的。哎，不过你要有什么话想捎，没人代劳。干娘，哎，你还是让我跟你们去吧。不行，你真的进不去。我知道。我也就是想在园子外面看看，哪怕看看园子外面的宫墙也好啊。没事了，干娘，你就带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。行，跟我们一块儿去。那要不去了你就在园子外面等着，等我们看完兰儿，咱娘仨在一块儿回来。哎，看着这，哎呦，这是我给兰儿准备的泡菜。嘿，走喽！哎，梅儿，死丫，拿着，拿好了啊。志同，走啊！
在这儿的呀？蓝姑娘，奴婢真的没看见。哎，有没有问问昨天的执更太监啊？回蓝姑娘话问过了，他们说也没看见。真是活见鬼！一个碎镯子谁会要？去，把玉儿给我找来。回蓝姑娘话，玉儿姑娘一大早就和安宫监进宫拿草药去了。蓝姑娘，与家人会面的时间快到了。安公公临走的时候吩咐过，外差房的大力太监护送您前去东便门外差房与家人会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玉儿啊，奴婢在。你瞧瞧，原想派你过去伺候那个蓝姑娘，结果没想到你搂草打兔子，得了这么天大的一个秘密啊！奴婢呀，也不知道有用没有用，就是觉得这个蓝姑娘手上戴的这个镯子刻着柳记2字，就觉得好生奇怪。我想啊，这一定是定情之物。一般这一类的东西都是男方送给女方的定情物。所以啊，今儿个就趁着回来取草药的机会，拿给太佛爷看看，也不知道有用没用。有用，有大用了。回头我告诉知方太监，就为今天这事儿，我得重重的赏你。谢太佛爷。你下去吧，告诉安德兴过来。是。太佛爷吉祥，奴才安德兴给太佛爷请万安。平身吧。谢太佛爷。听说你跟玉儿一块儿进宫，所以特意招你来看看。太佛爷召见是奴才的荣耀。这有日子不见了，你这张嘴怎么学得跟刘福一样了？句句话都好像在蜜里泡过似的。回太佛爷话，这奴才已经好长时间没进宫给您老人家磕头了。这刚才一进来，眼前这一切都那么熟悉，想起来当年在您老人家身边伺候的时候的情景，简直是历历在目，这不由得心生感激，所以才说了这么句话。如有不妥，万望太佛爷多多包涵。这才像你说的话。哎呀，这些日子啊，先前的老人一个一个的都走了，先是你，后是刘福。你瞧今天这突然一见你啊，不免让人想起先皇道光在世的时候。那会儿你年轻，办事机灵，嘴也甜。哎呀，往日的时光在我眼前一闪一闪，就跟昨天刚发生过的事儿似的。回太佛爷话，这岁月不饶人呐。奴才现在早就不是当年在您身边伺候的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奴才。是啊，年龄也大了，发福了。瞧瞧你这肚子，以后啊，真得少吃点啊。这，回太佛爷话，奴才这肚子是大，可是太佛爷的容颜依旧未改呀，和几年前几乎一模一样。太佛爷真是吉人天相，鸿福齐天呐。行了，还是那样，嘴甜。前些日子刘福来，告诉我你们俩在园子里当差的情景，那边怎么样啊？托太佛爷的福，一切尚好。哎，你现在领衔几品呢？回太佛爷话，奴才没出息，领衔7品。哟，这好多年了吧？也该提提了，怎么才领衔7品呢？回头我跟进士房说说，提你当正6品。奴才谢太佛爷恩典，只是无功受禄，奴才心中有愧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你伺候过先皇，也伺候过我。皇上还是皇太子的时候，
你就伺候他。要说提的话，早该提了。要不是因为那件事儿，算了，过去的事儿咱们不提了。我还有话要问你。太佛爷，请问。不忙，咱们话说到头了，你可一定要说实话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无功不受禄，免得你心里愧了。奴才一定讲实话。好，这就好。额娘，哎呀，姐，你可真好看。姐，家里都好吗？好，你在园子里好，大伙儿都好。那志同呢？钱交去了，是不是王妃就把人放了呢？你还不知道呢。你走第2天，志同就回来了。姐，那些强盗还给了咱家好多钱和礼物呢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一点钱都没要呢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有样东西，我想让你看看。这，你帮我啊，辨认辨认。会太佛爷话，这是镯子。是镯子。我是问谁的？会太佛爷话，奴才实在不知。这种东西在嫔妃宫女们手上多有佩戴。看看上面的字儿。柳七。太佛爷，奴才真是糊涂了，实在不知道这镯子是谁戴的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这玉镯就是你从宜妃宫救出来的那个蓝姑娘手上佩戴的。奴才有眼无珠，没有注意，还望太佛爷恕罪。不知者不怪，不过真是老天有眼，要不然有人怀了宫外的野种，还让我们皇家一族高兴的欢天喜地，以为她真怀了龙子凤胎呢。奴才听了您的话，这眼皮子直跳。奴才愚笨，还请太佛爷明示。这不明摆着吗？那个蓝姑娘怀的呀，根本就不是皇上的子嗣。刚刚一听说兰儿怀了喜，我还跟着傻高兴半天呢。可是仔细一琢磨吧，不对呀。皇上只宠幸了她一次，这就怀上了。这也忒玄乎了吧！再看到这镯子，我心里啊就明白了大半截了，肯定是这蓝姑娘在宫外的时候啊，跟哪个野汉狂徒干了那种苟且之事，怀上的虐胎。你干嘛非让我出去啊？人家好不容易才见到你一面，这没说2句话呢，就要把我撵出去。我又不是3岁孩子了，你跟额娘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啊？我真是跟额娘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说啊！听话，先出去啊！我不出去。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赶出去！你干嘛对我那么厉害啊？人家好心好意的来看你。你是不是以为你现在进园子当差了有什么了不起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不吃你那一套。美儿，我就不出去。美儿，我就跟这儿坐着，看你能怎么着。你出不出去？我不出去。出不出去？不出去。哎，你打我！额娘子打我！听话啊，先出去。出去就出去，谁认见你啊？别哭啊！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，不然你不会发这么大的火。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是不会伸手打妹妹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坐这儿，说啊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额娘，没有太多时间了。
可我一句两句又说不清楚。额娘，有件事你一定要记清楚：如果宫里面有人到家里去询问志同送给我那个手镯，你就说那是志同的父亲认我为干女儿的时候的馈赠之品，而且志同也是您的干儿子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跟志同指腹为婚的事儿。弄不好，你的女儿就会身首异处，还会连累家里面，包括志同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女儿进了皇宫，再想出去，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。额娘，拜托你跟志同说一声，让他找个好姑娘，赶快娶了吧。那你和志同就不会再在一起了吗？啊，我们情缘已经断了。额娘，刚才我一定让梅儿出去，就是想跟您商量。梅儿从小也跟志同玩得不错，能不能让梅儿带我下嫁给志同啊？额娘，现在只能这样了，额娘。此事事关重大呀，额娘你要切记。额娘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啊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？因为你是宫中的老人，即使我知道宫中死婴走影的事儿，你站错了位置，那是有意在袒护那个蓝姑娘和那死了的汉人花儿。不过这些事儿呢都过去了，咱们既往不咎。我希望你能够将功补过。一会儿，咱们一块儿去圆明园，把这个蓝姑娘这个小贱人怀孕的真相告诉皇上，当面拆穿她。奴才哪边抗热，我想你应该明白。奴才明白。好，通知所有的本家王爷和御前大臣，咱们一块儿去圆明园。这。我说两爷，轻点儿！你是带我去哪儿啊？这可是皇上住的地方啊！是不是皇帝想见我啊？少废话，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别这么凶啊你！轻点儿！我在想啊，怪不得左眼跳，是不是皇帝赏我啊？哎，就想要不赏我金银珠宝，你轻点啊你！闭嘴，少废话！热河宜妃宫管事王姑姑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大胆的狗奴才，你身为宜妃宫的管事姑姑，竟敢如此的为虎作伥、助纣为虐！你在宜妃宫的所作所为，还不如实招来啊？你是怎么样恶待蓝姑娘，让她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的？啊？说！要不是苍天有眼，蓝姑娘肚子里怀着朕的龙子凤胎，早被你整掉了。如此的大逆不道、胆大妄为，该当何罪啊？来人，这先张嘴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太妃驾到，万岁爷出迎。奴才开心，奴才开心，
奴才敢死，奴才敢死！皇上饶命啊！儿臣给皇娘请安。皇娘，儿臣不知皇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皇娘恕罪。没关系，皇上请。皇上饶命啊！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皇上饶命！拉出去斩了！皇太后救我！皇太后，我是宜妃宫的管事王姑姑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皇太后救我！太后救我！还不拉出去？砍了！哎，慢着！哟。皇后娘，什么主角啊？什么主角？皇上应该明白，就是海晏堂的宫女兰姑娘啊。她不是怀了皇上的子嗣了吗？哎，她怎么没来呀？皇额娘，传她干什么呀？她现在怀着朕的子嗣呢，应该躲躲清静才是啊。哼，她想躲清静就行了，但是有一节儿，有些事儿她不跟我说清楚，她就甭想躲这清静。来人呐，传兰姑娘。皇额娘，兰姑娘正在外差房与家人相聚呢，儿臣以为如果有话，还是留着日后再说吧。那正好啊，把她的家人也一块儿传来，我正好有话要问他们。奴婢兰儿给万岁爷请安。兰儿，这是皇额娘，你叫太佛爷，赶快给太佛爷请安。奴婢兰儿给太佛爷请安。请不请安的倒是无所谓，我只想问你，你把这东西的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。
祖传之物，因为义父生病的时候，奴婢一直伺候在身边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所以才馈赠给义女的。如果太傅爷不相信的话，正好奴婢的额娘和妹妹正在园子里，您不妨问问他们就知道了。来人，传兰姑娘家人。来人，传兰姑娘家人。好了，不必传了，也不必问了。兰姑娘不是说她正在与家人相会吗？那她一定是跟她的家人串通好了，说这镯子是她义父送的。问她还有什么必要啊？行了，镯子的事儿先搁下吧。不过有句话我还是要问你，兰姑娘，你怀的是皇上的血脉吗？当着这么多的本家王爷还有御前大臣的面，我也不怕家丑外扬。皇上大婚至今，只得了一个格格，这么多的嫔妃、宫女儿受到皇上的宠幸都没有喜，而你只得皇上一夜宠幸，就暗结珠胎。这事儿我信，这些本家王爷、御前大臣们也不信啊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太傅爷所言极是。皇上，毫无疑问，这个兰姑娘怀的根本就不是你的血脉，而是在她进宫以前就已经有了身孕了。她是想借着皇上一夜宠幸之际，以怀孕有子邀功，瞒天过海，坏我大清的血脉，毁我大。奴才刘福给万岁爷请安，给太佛爷请安。刘福啊，奴才在。安宫监说你能做人证，今儿我倒要听听你这人证怎么个做法啊？安宫监，奴才在。你可以问话了吗？谢太佛爷。刘总管，
调查园中死婴走影一事的时候，咱们俩人在一块儿，您还记得吗？有这么回事儿？那好，那天动刑之前，您让牙婆验过了蓝姑娘和灵美姑娘的身子，有这么回事吧？啊，有这回事儿。是。那刘总管，就请您当着皇上、太佛爷、各位本家王爷还有御前大臣的面儿，把那天牙婆验身的结果跟大伙儿说说。回皇上。总管哥哥是我安德兴。哎呦，你气死我了！您起来！哎呦，你说你，哥哥哎，老弟给您作揖了，多谢刘大总管。谢什么谢啊？你看见太佛爷那脸了吗？啊，天灵盖直冒烟，差点没把我脑袋拧下来，还谢了你，你挤得我你。刘总管，我这也是替万岁爷谢谢您呐。您想啊，要不是您今儿这一句话，那皇家的血脉就断了根儿了。所以我这谢您，那您这一句话，那就是保住了大清朝的万年基业呀！我岂有不谢之理乎？你说今儿个他妈理乎呢？你呼个屁呀！你呼！太佛爷，今天这事儿别提了。太佛爷，皇上要封蓝姑娘为贵人。封蓝姑娘，下册子了？正是。刚才皇上把微臣叫了去，下了手谕。这事儿，宗人府不能不办。他凭什么册封这蓝姑娘？啊，后宫的事儿由我主管。你们也不问问我就下册子，这惠亲王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我算是看透了，这园子里啊有人犯糊涂，这宫里呢就有人跟着糊涂。你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你作为宗人府的副宗令，就应该阻拦着他们，不要让他们下册子。太佛爷息怒，宗人府知道您跟皇上有个约定，凡属宫女册封，一定要等怀有身孕，经太医院检查以后才能册封。如今蓝姑娘怀有皇上子嗣之事已成事实，况且皇上又下了手谕。如果不封的话，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啊。所以我想，你想什么呀？你别想，还不知道谁笑到最后。不是说怀了身孕才能下册子吗？那好，今儿我不走了，我住这儿。难道太佛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传旨房说我今儿住这儿了。太高兴了，朕今天是太高兴了。今天正大光明殿上，皇娘那通话把朕吓得一身的冷汗，太惊险了。不过现在全都过去了，哈哈。想想刘福那样，把皇娘吓得脸色发白。我听说皇娘在离开正大光明殿的时候，狠狠地打了刘福一嘴巴。刘福自己也跪在回廊上，使劲地抽自己大嘴巴，啪啪啪啪，太痛快了，太解恨了。
如果朕要在他们身边的话，朕也会补上2巴掌，对，再踢2脚，我就踢，方解朕的心头之怒。兰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啊。皇上，奴婢以为，刚刚是奴婢与皇上生死攸关的时刻，眼见着奴婢就会被乱棍打死。太佛爷不过前脚刚走，皇上这会儿就可以像儿戏一般的说笑了。我想问问，朝廷是不是就是这样，毫无人情，毫无人性？我真是不明白，太佛爷她也是女人，她明知皇上至今都没有儿子，明知众多的嫔妃都不能替皇上生下孩子，为什么现在一个清白一身的宫女，终于替皇上怀上子嗣了，她却这样不通人情，当着下官、百臣之面，把奴婢和皇上男欢女爱之事都公诸于众。皇上是觉得无所谓吗？可奴婢以为，丢尽了人，现尽了眼。如果真像太佛爷所说，奴婢被乱棍打死了，就在他们嘀嘀咕咕之间呀，2条人命就这样白白的葬送了。那皇上，你还会这样站在这儿，这样笑得出来吗？早知道，朝廷上下，包括皇上在内，都是可以胡乱猜疑、草菅人命、杀人都不眨眼的。那当初万岁爷招幸的时候，奴婢就应该奋力反抗，死不就范，更不要怀上什么孩子。至少现在不会落下这么一个朝不保夕、担惊受怕的下场。算了，奴婢不想多说了。皇上，奴婢告退。兰儿，今天晚上就留在庆宫吧，陪朕同床共枕。皇上，为了奴婢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望皇上能守身禁欲。一旦伤害了胎儿，不仅仅是我兰儿一个人的痛苦，更是大清国列祖列宗的痛苦。皇上如果实在睡不着，不妨想想兰儿这番话。怎么了？要不要给您倒杯热茶？
不用了，这会儿喝茶，晚上我该睡不着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白天我不是从外拆房拿过来一坛子腌泡菜吗？你帮我抱过来吧。是。哎，等等，算了，我自己拿吧，你歇着去吧。是。志同让我告诉你，他说你是为了救他才进园子里当差的，所有的错都是他的。他跟我说，他愿意等着你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8年，他都会等着你的。干娘，你刚才所说的，真的是兰儿的意思？是啊，他嘱咐我一定要转告你，他是怕误了你的终身呐。宫女当差，也总有个时限吧？我想，最多不过就几年的光景吧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万一他进去不是3年5年怎么办？万一他进宫以后身不由己，再也出不来怎么办？如果真是那样，不光兰儿对不住你，我这当娘的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志同，虽说你不是我的亲儿子，可娘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也是娘心上的一块肉啊！我不能因为兰儿进了宫，再耽误了你的终身。志同，你们家是独子单传，俗话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还是再找一个好姑娘娶了算了啊！要不然，就照兰儿说的，让她妹妹替她嫁给你。干娘，我跟兰儿可是青梅竹马，在她未进宫之前，我们虽未海誓山盟，但却也说过今生今世不离不弃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我一定会等到兰儿出宫的那一天。志同，你听我说。干娘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志同主意已定，今生今世非兰儿不娶。志同的真心，苍天可见。兰儿，兰儿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进园子当差的。我柳志同对天发誓，
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要等到你出园子那天。你听见了吗？兰儿，兰儿，兰儿，兰儿！志彤，志彤，志彤哥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兰姑娘，兰姑娘，怎么了？快去叫皇上！是，快！启禀万岁爷，兰姑娘她。兰姑娘是怎么了？兰姑娘她，万岁爷，皇上，外面下着雨呢，你还没有穿衣服。皇上，兰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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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穿太医。啊，穿太医，穿太医！兰儿，你怎么了？兰儿，你可不能有事儿啊！你还怀着朕的子嗣呢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兰儿，兰儿。启禀万岁爷，讲。启禀万岁爷，兰姑娘她怎么了？快说呀！兰姑娘她小产了。小产了？你们这帮奴才是怎么伺候的？太医，你前天不是还帮兰儿把脉了吗？你不是跟朕说兰儿的身体健康，母子平安，一切很好吗？怎么会小产了呢？奴才回万岁爷话，当日把脉，脉象的确如此。今日兰姑娘小产之事，我想事出有因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有诈！这是九州清宴，朕的寝宫，你说能有什么诈？万岁爷赎罪，奴才以为弄不好一定是兰姑娘吃了些不该吃的东西，或者其他孕妇禁忌之物。禁忌之物？禁忌之物？我问你们，晚上兰姑娘吃了些什么？奴婢启禀万岁爷，兰姑娘她什么都没吃，只是觉得恶心，吃了一口她家里拿来的泡菜腌黄瓜。
泡菜的，怎么可能让蓝姑娘小产呢？启禀万岁爷，说，微臣想看看这个包。看吧。启禀万岁爷，这香包里有麝香。什么意思？启禀万岁爷，麝香乃大良之物，是孕妇之大忌，一旦闻了，10有8九是会小产的。即使是即将足月的胎儿，一旦孕妇闻了麝香，也会造成畸形。这麝香是谁放在兰儿床边的？啊！今天你们给我说清楚，如果说不清楚，我全给你们斩了！奴才实在不知道香郎怎么在蓝姑娘的床边。万岁饶命啊！万岁饶命啊！万岁饶命！拉出去，全给我砍了！万岁饶命！万岁饶命！皇上，皇上，兰儿，你醒了。不要怪罪他们。我知道，这个香袋是谁放在这儿的。你告诉朕，是谁把这个香袋放在你这儿的？朕一定会杀了他。皇上顶多能杀这些无辜的人，真正的罪魁祸首，您是杀不了的。兰儿，你就告诉朕吧。皇上，还记得那个小玉吗？小玉。原来皇额娘让小玉来给你做什么阻挡，都是为了到这儿来找机会。对，皇上说对了。一开始我闻了那个香袋，就觉得身上不适，可小玉还再三地叮嘱我，睡前要多闻几次。我哪知道里面会是麝香。现在好了，他们终于得逞了。启禀万岁爷，启禀蓝姑娘，这就是姑娘身上掉下来的骨肉。给我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免你们不死，下去。谢王夫人不寒碜，谢谢蓝姑娘。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们竟然这么丧尽天良，这么弱小的生命，他们都不放过。皇上，皇上，你看看呀，这就是我们的孩子，这就是你的儿子呀。
的皇额娘，对她做皇上养子的关心。这就是你的皇额娘对奴婢怀着大清国子嗣的关怀。我可怜的孩子，我哪儿去找你啊？朕知道你委屈，你有什么委屈，你就说出来吧。如果当初你皇额娘有小玉去园子伺候我的时候，你能够一口回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。你一个大清国堂堂的皇上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。我没法对你的孩子去解释，你和他解释，你和他解释去啊！来人，把玉儿带过来，朕要拿她祭天。启禀皇上，太傅爷知道了，造成兰姑娘流产之事，是玉儿带麝香进去的，所以已命奴才将玉儿处死，她的尸体就在总管之房。快传太医！皇上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
就是一阵儿。哎，别起来。现在朕觉着清醒多了。兰儿，朕想过了，你去收拾一下，后天一早，朕要带你去见太佛爷，让他答应你册封的事儿。那万一太妃不同意呢？如果他不同意，那朕这个大清国的皇帝也就白当了。到时候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兰儿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不该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。这不是一般的为母不仁、为父不义，按律当诛9族。可是她是先皇的贵妃，是朕的长辈，朕拿她也没什么好办法。朕明明知道她要害朕的女人，害朕的孩子，可是朕也只能是揣着明白说糊涂。皇娘对付朕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看来，如果朕要想保住王位，兰儿，就只能靠你给朕生个儿子了。对了，兰儿，你看，朕今天的这个主意妥不妥当？啊？什么？就是后天一早，朕带你去面见太佛爷，让皇娘亲自册封你一事。回皇上话，奴婢毕竟是怀过皇上子嗣的女人，如果不册封的话，和园中、宫里那些宫女啊、太监呀，就没两样了，都是奴才了。奴婢算是看透了，在园子里，无名无分就等于无权无势，也就只能任人宰割。皇上既然说要保护我，那就必须确立奴婢在他们眼中的地位，所以册封的事必须坚持。奴才安德心给皇上请安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后天一早，朕要带兰儿去慈宁宫给皇娘请安，你去速备些礼品。册封兰贵人一事事关重大，一定要让皇娘高兴，所以礼品上你要多下些功夫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启禀万岁爷，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这册封兰贵人的事儿，万岁爷是不是稍微着急了点？这不明摆着吗？太佛爷对兰姑娘有喜，早就恨之入骨。现在这孩子没了，奴才以为太佛爷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兰姑娘有所动作。如果这时候就急着提什么册封的事儿，奴才怕再跟太佛爷结怨，所以奴才以为这一次最好皇上一个人先到慈宁宫请安，探探太佛爷的口风，然后再……朕已经册封了兰儿，宗人府也下了册子，难道你想让朕收回手谕，册封作废不成？朕主意已定，不要再说了。奴才遵旨。启禀皇上，是否明天就启程回宫？废话，明日不走，后天一早怎么在慈宁宫叩头啊？你糊涂了。回皇上话，奴才的意思是，回到宫里，这兰姑娘住在哪儿啊？兰姑娘现在尚未册封，宫里没她住的地方。这倒也是啊。算了，兰姑娘明晚就同朕一起住在养心殿。启禀皇上，这可万万不可。为什么？怎么事儿一到朕这儿总是不可不可？奴才不敢，万岁爷息怒。奴才只是想提醒万岁爷，兰姑娘刚刚小产，身体虚弱，奴才怕她受不了再大的伤害。奴才这完全是为兰姑娘和万岁爷着想啊！这都哪年的皇历了？先皇乾隆爷整天跟后宫的女人待在养心殿，还喝酒唱曲呢。有哪个人敢说个不字儿？怎么一到朕这儿什么都不行了？兰姑娘进宫没地方住，跟朕在养心殿住一夜，都要被你们嚼舌头，说三道四。启禀皇上，按照祖宗规矩，除了皇后之外，
后宫的任何嫔妃贵人，无论白天黑夜，都不得待在养心殿，以避免后宫参政之嫌。万岁爷想让兰姑娘在养心殿过夜，这可就是犯了大忌。要是让太佛爷抓住了把柄，恐怕又会生出什么事端来。因此，奴才以为……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朕主意已定。兰儿随朕只住一晚，早上叩了头，下午就回园子，不会有事的。进园子的时间虽然短，但兰儿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要想在这个偌大的皇家园林里保护住自己，只有拿到册封的名分，也就是像他说的，只有有权有势才可能不被欺负。原本他并没有意识到，在自己的潜质当中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和统治欲。而由于进园以来屡遭磨难与皮肉之苦，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地扎根在了他的心里。